一个瀑布为主啊，这样的一个简单构图。近景的部分，山石、树木，还有点景的小亭子之类的啊，一个简单的这样构图，和我们昨天的这个构图正好相反的啊，相反的。那我们就开始画今天的作品了啊。现在我们开始调好墨以后，调好墨以后，我们再录往纸上，先画近景的部分啊，先画近景的我们左下角的山石的部分。看，我们先由近及远，先画一个大山石的这个给前面大的石块这个结构。看画完以后啊，我们画完这个结构线以后，对吧？画完结构线以后，我们把里边小的结构勾出来。画山石的时候啊，大家注意一下，画山石的时候，用笔呢，可以稍微干一点，不要太湿，对吧？不要太湿。你看，画出一个大的山石结构，然后呢，你再画后面，你看啊，我又画了一组，对吧？画了一组这种小的结构，大家看一下，我又画了一组小的结构。小结构后面看了啊，看用笔的时候，中锋停提摁，顿挫，看啊，提摁顿挫。看，这有一个大的结构，对吧？你看前面一个大的结构，后面一个小碎石结构，后面又一个大的石块结构，对吧？上面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结构，对吧？啊，我上面又画了一个结构，对吧？你看啊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啊，大兼小，然后小兼大，我们山石的这种结构啊，就是大兼小，小兼大，这样的这个山石结构，对吧？这是才能把我们山的这种层次感，哎，看啊，我后边又有一个小的结构，就是说，看大兼小，小兼大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啊，山石结构，大兼小，小兼大。下来，你看，我们到扦插的时候，中侧锋，中侧锋下来，你看我们勾出，简单的山石结构。
到我们山石，看到上面暗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可以用一点这种泼墨的方法，大的墨块啊，大的墨块，看去处理一个比较暗的这种山石结构。比较大的山石结构，暗的啊，看这就是我们画的一个平台，对吧？它几块山石，大的、小的，然后大的这种结构，这种层次结构，我们形成一个，这个近处的这个平台形式的一种，小山体。小山体上面，你看啊，我们先要安排什么？先要安排这个先近景的这种树木。看我安排一个，简单的啊，简单的先画，有树梢的部分行笔啊，看左边先画出左边的结构，再画右边结构，看简单的勾出一个树干来。我们勾的时候啊，要注意这个树干，强调不要左右对称，不要左右对称。左边我们出的树枝短的话啊，右边让它稍微长一点，可以长一点。那老师给大家大概说一下这张整个构图我们是个什么样的形式啊？有空进来咱们了解一下啊。老师这个整个构图一个形式大概给大家说一下。看啊，就是我们整个构图也是啊，近景、中景、远景，还是啊这个三段法。我们传统这种三段法，用现在的手法去处理，就是我们近景的有山石、树木，然后点景的一个小亭子，然后这边是侧面是个山峰，然后到左边我们上面啊就处理成是，一部分都是处理成是云海的啊，是这样的一个构图。看我们勾小枝的时候，中锋这种交叉啊，注意我们树枝的穿插，注意我们树枝的穿插。我们要注意这个树啊，就是说为什么强调就是说，形成这种不对称的啊，不对称的那种关系。点完小枝以后，点映的也是啊，笔尖的部分，看笔尖的部分，我们调了重墨以后，由上向下，我们去点，先点树顶的部分，啊，这样去点，由上向下，一组一组去点啊，不要乱，我们点的时候不要乱，由上向下，看这一组点完以后，上面这一组我点完以后，我再调墨，对吧？我再调墨，笔尖是重墨，笔尖是重墨，对吧？我点这一组，
也是从，对吧？树梢的地方，向树干的地方去点。你看，对吧？你看也是，看这就是我们点出一组来，哎，上面一组，下边一组啊。点完以后，看我们左边的，哎，点左边这一组，哎，一组一组我们去点，这样啊。然后点完以后，也是由上向下，哎，到下面的时候，靠近树根的地方，哎，它这个我们的笔中的墨变淡以后，哎，正好我们点到哎根部，看它形成了一个这种上浓下淡，上面湿下边干的这种哎墨色变化。然后你看啊，我们可以后边穿插一个简单的小树过来。简单的小树过来，让它在这个树的后面啊，这样在它树的后面，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前面点的这种大的圆点的话啊，我们到后面的时候，这个叶子要变一下，让它一个区别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散锋啊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用这个散锋破笔散锋，把这个笔尖的部分，我们在这个墨盘一边，墨盘一边，你看啊，老师给大家演示一下啥叫散锋。对，你看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也可以把这个笔呀，我们把它笔尖的部分我们散开，你看啊，大家看一下是不是？前面是散开的啊，对，看是散开的啊，用这种笔法，这样去点，尽量把这个笔锋的地方让它破开。你看，我们点后面的啊，点后面的墨呢，对吧？要淡一些，要淡一些。看，就是我们点这个的时候，我们笔锋是攒在一起的啊，是攒在一起的。到我们画这个后边的时候，得把这个笔锋我拧一下啊，在这个上面拧一下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拧开它，点在这个树枝的地方，这样点一下，你看，它就说它两个这个点叶的部分，它都有区别。然后啊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山石的上面加一些小的灌木，我可以加一些小的灌木。
下个的灌木啊，就我们用这个夹叶的这种芥子点，给夹在这个灌木的地方。我们夹在这个地方。在后边啊，你看加了树以后，我们上边可以加一些横的这山石结构，加一些横的这山石结构。加一下横的山石结构，让它形成一个比较缓的这种平台对吧？我横的这个结构以后，那上面再安排一个简单的小亭子，看画小亭子也是啊，1笔2笔，就是左边1笔，右边1笔，画出亭子的大致形状。我们上面画个什么呀？画个三角形啊，我们画个三角形，然后下边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，看，能画成这种三个啊，3个竖线，双钩的竖线。这就是我们看下边是4根竖线以后，上面是个三角形，对吧？是个三角形，这就形成一个简单的一个亭子的结构，对吧？就形成一个简单的亭子结构。然后画上简单的栏杆，对吧？看，这就是我们就可以按这个山石上这简单结构按成一个小亭子。到后面的时候，你看我们亭子的后面，我们可以用淡墨啊，我们近景的地方啊，也可以描写的，我们可以复杂一点、详细一点。像到我们中景、远景的时候，就安排的这个稍微的简单一点。近景的地方，我尽量安排的详细一点。那我们到亭子的后面，我们可以处理一些小的树木或者灌木都可以啊，淡墨啊，一定要用淡墨，一定要用淡墨。你看可以勾几个小的这种树枝，看给后边穿过来，这样穿过来就可以。淡墨啊，然后淡墨点一下，点几笔就可以。淡墨点几笔就可以。我们近景的山石是吧？这样就是这几个组成一个近景的部分，山石、树木，我们点景的这个小的这种亭子，就组成一个近景的部分。到我们中景的时候啊，我们这样中景的时候，要和前面这个近景用笔啊，是一样的，只是我们你看我们前面的线条，比较短，比较粗一些，这是近景的部分。到我们中景的和远景的时候，一个是线条要
略微把它变长一些，然后呢，线呢要细一些，在线上要有变化啊。你看啊，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位置下来，中锋，画出山石轮廓。也把我们这个开始画轮廓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，我们画轮廓线的时候，文笔调好以后，对吧？我们调好以后，你看笔尖的地方蘸好墨以后，也尽量保持，让它调的这个墨呀干一点，不要太湿。在这个湿笔纸上，我吸下水分，达到我想要的那种，浓淡干湿那种适合的墨色，适合的干湿程度，我们再去下笔，勾山石。你看，一笔下来，看这简单的啊，看这个山石的大轮廓，对吧？简单的勾出来，再勾，勾完以后啊，再勾里边小的结构啊，小的结构。也是勾结构也是，注意线的这种粗细变化，墨的这种浓淡变化，都要，对吧？我们都要照顾到啊，我们都要照顾到。你看线的这种粗细变化，对吧？墨的这种浓淡变化，我们在这里边一定要都注意到啊。看勾完以后，中侧锋，我皴一下，去皴一下。看皴一下，皴的时候也是啊，看我们结构线，我皴在什么地方啊？对吧？是不是皴在这个结构线的后边？对吧？前面的山石我也是啊，皴的时候也是皴到这个结构线的后面，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。亮的地方，我们把它闪开；暗的地方就是我们需要皴擦的地方。先把这个右边的山石结构整体的先勾出来。前面是个整的结构啊，先把右边给完成。我们先把右边这个侧面的山石，看这样完成一个，这是这个右边啊，右边这一块山石，我整个完成以后，对吧？我这是为什么有这个有曲线的有曲折的这种山石？因为我们下面要画这个主山的时候啊，这是主山的时候，中间有个小的瀑布啊，我是这样让它流出几个水口来，是这样的啊。看我们流这个水口的时候也是啊，可以多皴一些，把我们水口的地方让它暗下来，整体的让它暗下来。
整体的按下来。对吧？让它整体的按下来。看我们前面给干了以后啊，这一部分干了以后，淡墨啊，用淡墨，我们简单的用淡墨干笔，擦一下啊，你看进出的山石，擦一下，我们加深一下这山石的这种结构。因为我们进入的山石，对吧？它离得比较近，我们看的比较清晰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处理的，清晰一点，明白一点，然后让它山石的对比、明暗对比更强烈一点。看啊，淡墨干笔去擦啊，去擦。还是要注意，对吧？我们亮的地方，你看这是亮的地方，还要留出来啊，还要留出来。你看，我们皴擦的擦尖擦的时候，淡墨干笔擦的时候，一定要这种毛毛的这种笔去擦啊。看这种这个笔啊，特别干，特别毛那种这个笔锋去擦。你看擦出来这个山石，对吧？你看擦的山石，给人感觉就是说，比如我们山石啊，长时间的经过风化以后那种粗糙的感觉，就用这种淡墨干笔给擦出来的。山石啊，尽量保持什么？就是说亮的地方，我们让它尽量亮起来；暗的地方呢，让它结构多一点。结构多一点，你看就是看不到的地方，但是它也有层次的啊，不是说亮的就是特别白，黑的地方就黑乎乎的一块啊，不是那样的啊。就是说我们亮的地方是特别亮，但是暗的地方它还有许多小的结构，一层层小的结构。局部的，你看我们可以多处理一些。到亮的地方，看我们山石亮的地方，可以不动它就留出来。看到暗的地方，我可以多皴两下，多擦两下，就用这淡墨干笔，多擦两下。到下面我们平的上面，平台的地方也是淡墨干笔，擦一下。我们画这个传统画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勾皴擦染点，对吧？我们是分着这几步。当我们画现代山水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就是说勾完以后，把大轮廓勾完以后，我们怎么样？可以皴擦染，就是皴擦同时进行。到最后稍微染一下就可以，是同时进行的，可以。右边的山石完成以后，也可以用这个，我们也用这个啊，淡墨干笔顺结构线去擦一下，去擦一下。擦完以后，你看这山石这个质感，对吧？就很坚硬，很坚硬。
看这就是近景、中景的山石。我们画这个主山的时候啊，也是先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哎，先要从中心的地方，我们先定一个山的这个中心位置。哎，有了中心位置以后，我们再一层层的向上去处理。你看啊，中心位置是怎样去定啊？一笔向左，也是啊。这个主山来看一下啊，我们把笔洗干净以后，先定这是中心的位置，就是我们山脉中心的位置。一笔向左，对吧？你看啊，一笔向左以后，第二笔向右，向后，你看啊，就向后这样处理结构，对吧？你看，这就是我啊，这主山中景的主山以后，我们定了，这是中心的位置，这就是中心的位置以后，我们这个山脉就沿着这个中心位置向后，这样一层一层这样去处理啊。一个是注意我们这个结构的前后关系啊，前后关系，然后线的这种互相连接，对吧？你看，注意线的互相连接。这是一个结构，对吧？这是个结构。我们这个中心的地方，我们结构怎么去处理？来看一下啊。其实我们华山呀，就是说你这个结构，这一个简单的结构，我们好处理。到我们这个中心的地方，就是说所谓的啊，比较靠前的这个位置，怎样去处理？你看啊，我们用大墨到前面的时候啊，你看啊，大墨，勾小结构，从后向前，看，从后向前，大墨，你看，这样去勾，左边右面，左面右面，对吧？你看是不是？我们勾这个前面这个结构，左边一条，右边一条，左边一条，右条一条，这样去勾，把这个山的这种，咱刚才中间位置，我们不是个平的吗？对吧？我们这样勾了以后啊，一层一层的上去，到前面，对吧？让它这样就鼓起来，对吧？这样就鼓起来。沿着这个前面那个主要中心的位置，向后一层一层去推。注意什么？注意我们前后的结构，山势结构。用笔啊，用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这个不要差的太多。
画个，看啊，到下面以后，哎，到下面的时候，看我下面要处理云的地方，虚下来，对吧？虚下来。这前面的部分也是啊，你看我们下边这是云的地方，我们一定要把它虚下来。对，这是我们有的水口的地方，哎，我们先把水口先处理出来。哎，注意，我们看水口是这样的啊，两边的水口要互相有个呼应，有呼应，要呼应以后，哎，就是说左右水口，哎，它这个过来以后向左，哎，这个向右啊，这样互相去对应。你到下面也是啊，看到下边让它虚下来，就是这部分我们被云挡住啊，这一部分是被云挡住的地方，虚下来。啊，这样一个水口啊，小的这种这个瀑布，哎，中间就是我们被云挡住的地方，到下面呢，哎，虚下来，哎，用淡墨，直接虚下来。看，就是说，你看，这是个云被挡住的地方，我们就留白。我向上的地方啊，我记得向上去画。啊，我们向上去画，哎，注意线的这种互相搭接，对吧？你看啊，互相搭接。先把这个结构啊，简单的结构，哎，先勾出来，我们待会儿再处理里边详细的结构啊。你看，注意是山的这种啊，这种左右曲折的这种变化啊，左右曲折的这种变化，不要说我们画的时候，哎，直的就上去啊，不要这样，对吧？一定要左右这样曲折，哎，形成一个曲线的那种节奏感，这样啊。你看，先向左，我们山峰先向左走了一下以后，对吧？然后向右，哎，曲折过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向左啊，再向左，哎，形成这种曲折、蜿蜒曲折的这种山脉的走势变化。看到后面，我可以用这种重一点的墨去处理一下。你看啊，到下面，这是我们下面也是啊，要处理成云的地方，让它虚下来。你看啊，哎，让它虚下来。看它这山的走向，上来以后，先向右，再向左，遇左先右，遇右先左啊，这样的一个变化。
对吧？到最后啊，我们完了以后，这都是匀的地方，哎，我们处理匀的地方，哎，先预留出匀的位置，哎，先留出匀的位置，然后后边是啊一层层的远山，是这样的啊。看我们到后面的时候，哎，越向上，对吧？越向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一点这种泼墨法，哎，可以用一点泼墨的这种方法，哎，表现云中的这种，哎，被这个云掩盖的这个山，也是啊，你看到下边淡墨，哎，先把这个云的这种外形，我们先用淡墨干笔染出来。哎，看一定要这样用淡墨干笔啊，哎，先染出来，对吧？看，先染出，就是我们下边啊，这都是我们要处理云的地方。这是远山，就是我们有云掩盖的啊，这远山。哎，看完成以后，这就是我们主要的山脉，就是主峰近景的啊，主峰完成以后，我们需要这个看我们这个结构，对吧？都是这种长的这种向下一层一层的这结构，我们用什么皴法呢？对吧？用什么皴法呢？用那种短的披麻，对吧？我们用那种短的披麻去处理。看前面这个，是不是？前面这个我们用的是什么？哎，是长一点的披麻皴。哎，到我们后面的山的时候，哎，要用一些短一点的披麻去处理。这个皴的时候，我们浓淡墨都有啊，中侧锋也有。哎，你看，沿着结构，哎，向下，哎，去皴，对吧？皴到这那儿，也是皴到我们这个结构线的后边。你看，哎，这是前面的，对吧？我皴的时候皴到哪儿？对吧？是皴到这个结构线的后面，对吧？哎，这样去皴。你看这种短的披麻，哎，你看都是啊。我看这个我们画这个主山的时候，哎，都是用那种短的披麻。哎，让它一个是线，用笔啊，我们用笔比较干一点，不要太湿。用墨呢也是啊，浓淡墨的变化都有。看，这是简单的我们小结构处理完以后，啊，要注意我们大的一个结构啊，小结构我们这个就是说基本上，哎，我们处理完以后啊，要处理大的结构，就是说，你看前面这是一个大块面，这个大块面我们处理完以后啊，这是一个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整体结构，这是一个啊。第二个，这是一块，
整的结构，我们要闹清啊，这是一个整结构，到后面啊，这又是一个结构，对吧？这一个、两个、三个结构，我们一定要心里有数啊，我们就删这三个结构，三个结构到我们后期怎么去把这个结构分的更清晰的时候啊，是怎样去处理？我们最后啊要用淡墨干笔去擦一下，擦的时候啊，你看啊，用淡墨干笔，我们先把这个下边虚下来的地方，匀的地方，你看，用淡墨干笔虚下来。水口的地方也要加一点，看啊。到我们里边结构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动它，然后看这是个整结构以后，我们夹带，这个看我们后面这个结构线的后边，我用淡墨干笔染一下。淡墨干笔染一下，下边也是我们虚匀的地方，虚下来，看虚下来以后啊，这是你看我们这是一个结构，这是后面又一个结构，到我们第三个结构的时候，我们染在这个右边这个结构线的，对吧？你看染到这个结构线的地方，下面让它虚下来，让它虚下来，对吧？你看，这是一个前面的一个结构，后面又有个结构，这是1、2、3三个结构，大家能明白没有？就是说，要是说，知道这个几个结构的啊，比如说老师我出来的这是几个结构，可以说，就是说你可以打在公屏啊，就是说老师我明白了，这是三个结构啊，可以打个3，就是1、2、3，对吧？这三个结构。我们开始继续这幅画啊，然后我们这个主山的位置，我们完成以后啊，向上，看啊，向上的时候，这是我们用一点淡墨去处理这个，这是怎么着？这是被云掩盖的山峰，对吧？我们被云掩盖的山峰，露出一点点来，露出一点点来，下边也是啊，让它虚下来，对吧？让它虚下来。看，就这样啊，这样就是说我们说的啊，这个笔断一连，就是感觉这个虽然是山峰，对吧？这是用云淡开了，但是呢，云呢，它虽然是虚的啊，大也是实的，这是云和云中间，对吧？山峰是相连的啊，就是我们说笔断一连，就这意思啊。这就是我们向上的山峰，然后我们处理
到我们这个左边这个山峰的时候啊，处理的简单一点，因为我们看我们左边这个近景的部分，哎，处理的特别就是详细，也特别复杂。哎，我们上面的山峰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处理的简单一点。我们用侧锋，你看啊，用侧锋，哎，用侧锋一笔画下来，画下一个小的这种山峰，你这样去处理。啊，这种很简单的啊，用侧锋，对吧？我就用侧锋一笔擦下来一个小的山峰。到我们画远山的地方，你看啊，远处的山，淡墨啊，我们调一点，相对来说啊，比较淡一点的墨。哎，把多余的水分来这个湿笔纸上吸一下，吸一下以后啊，你看，吸下以后我们也是这种结构啊，看我们前面山石的结构，山的结构，哎，我们后面也要画这种哎比较接近于它的这种山形。让他感觉也是啊，看这样过来，先右，先左，右再左，让他感觉啊，让他感觉这个山脉上去以后再下来，再上去。我们用什么去连呢？对吧？哎，我们和上面这个是一样的啊，也是用云，对吧？我们用云把它连起来。看，我们用云把它连起来。也是啊，你看我们到这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看我们到这的时候也是啊，这个结构我们就可以断开它，哎，用云把它连起来，对吧？我们用云把它连起来。那如果你看啊，我们比如说我们画这山的时候，哎，整个把它连到一起，哎，就感觉呀，也太实，对吧？就太实了。哎，所以我们用云把它揭开以后，就感觉有实有虚，这样虚实的这种变化，哎，才能把山的这种，哎，你看这种山谷这种幽深的感觉，对吧？幽深的那种感觉，哎，才能表现出来。哎，淡墨啊，后面也是，你用淡墨，哎，淡墨染一下你的大致这个形状啊。你看，很大的形状，你看这是有山有云，哎，这样虚实这种对比，看也是啊，我们画的时候也是向上的，整个的我们山形啊，一定要一个向上的这种趋势啊，一定是这种
向上的趋势去画。我们画这个束缚作品的时候，大家记住啊，画束缚作品的时候，就是纵深的去纵深的去构图，哎，让它曲折蜿蜒，有山脉，对吧？你要是画横幅的作品，我们可以说像平的这种横向的这种构图，哎，山呀可以画的平的，对吧？可以左右，哎，这种去构图。哎，我们要画束缚的作品的时候，一定要去纵深的，哎，曲折蜿蜒，这样去变化，就是向上的一种势啊。像我们到后边处理的时候，后面山的时候也是啊，让它向上，向上的势。哎，向上的势。到我们越向上的时候，我们的山呢，哎，让它变得，看啊，就和我们前面的山又不一样啊。我们到远山的时候，哎，和前面的山又不一样。我们前面的山都是说，哎，比较险峻的啊，险峻的山峰。哎，到我们后面的山的时候，哎，只能看见山，就山顶的地方，哎，只能看见山顶的地方，下面呢都被云所掩盖，哎，都被说的云掩盖，对吧？我们只漏见山顶的地方。啊，在山顶的地方，下面也是啊，我们要处理云的地方也是让它虚下来。哎，虽然是远山，哎，但我们也把这个山的这种山顶的大致形状，哎，也要勾一下，对吧？勾一下，哎，让它一看也是，虽然只是山顶，但是也是连绵不断，也是连绵不断。你看，虽然是我们画的是远山啊，也是让它给人感觉虽然用笔很少，哎，用笔很少，哎，但是让人感觉也是，哎，连绵不断的山峰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对吧？你看，我们主要的啊，这数幅作品，一个是，哎，我们说的之字形构图，哎，右左右，哎，这样的构图，哎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讲的啊，现在这种构图 S 型构图，看啊，从这个左下角上来到右边，左边，哎，再右边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大的 S 型构图。哎，下面啊，看远山的地方，下面我们都是要处理到云的地方，所以说我们到远处的时候啊，画远山的时候，哎，就是这漏丢山顶的部分，下面的云呢，都是那种哎比较平一点的那种这个云层，哎，这种比较平一点的云层，哎，到我们下面的时候啊，它遇到山了以后，云遇到山以后，它会形成一种变化，哎。左右的遇到山以后，它会翻转，再回来，哎，这种左右这个变化啊。远山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可以加一些这淡墨的远山，对吧？可以加一下淡墨的远山，去丰富一下。
下面就是我们瀑布的地方，看啊，小的瀑布也是啊，看我们左右这个水口的对称，哦哦，这个可以，我可以这个近处的啊，你看我们这个山峰上，我们可以处理一些小的树木。现在这个还没有染那个云的时候啊，我们先用淡墨去染啊。可以破一下这个结构啊。我加一下小的结构，让这云看过来以后穿过来，在这形成一个交叉，形成一个交叉。看我们水口的地方也是啊，我们水口，左右这个山石的形成水口以后，我们画里边山石，这个瀑布里边的小的碎石，要注意啊。我们小的这个碎石的时候也是水流，对吧？遇到这个瀑布里边山石以后产生的这种落差，我先画下面的结构啊。你看，我们这个水口的位置是向右的啊，所以说我们水流也要随着我们这个水口的这个方向，去画啊。上实下虚，这个用墨啊，用墨用笔，上实下虚。到下面的时候看啊，到下云的时候，要断开，断开以后到下面还要连上它，对吧？还要连上它，那这是结构是向左的，我们这个里边那个水流也是向左，对吧？它这个水流遇到里边山石以后啊，它产生这种转折变化，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画这个山石的时候要交代清楚。看到下面上面了以后，它是向左的，我们水流也要向左，一定要和我们左右两边的山石一定要和谐，对吧？一定要和谐。下面我们可以，你看到下面的时候，瀑布下来以后，瀑布下来以后，下边有小的这种碎石，小的这个碎石，我们可以勾一下。再勾一下。
看我们到后边啊，到下边的时候，到山脚的地方，看就是山根的地方，我们用淡墨，哎，把这个瀑布的这个水流的地方，哎，我交代一下，你看啊，下来以后，对吧？你看下来以后，我们水流的地方，我们加一下这个淡墨，哎，然后看啊，我们可以简单的画一点这个水花，可以简单画一点水花，哎，就用这个侧锋，对吧？用淡墨侧锋，哎，画一点小的水花就可以。啊，整体上，哎，我们整体上这构图就这样形成以后啊，我们稍亮一下以后，我们可以用淡墨，比如说看啊，我们需要加淡墨的地方啊，稍亮一下以后，一个是我们云的地方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这个染云的地方，我们要用淡墨干笔，哎，去加一下啊，你看加一下这一部分，还有我们山脚的地方，我们都要用淡墨干笔去加一下。我先从近处的啊，我们先从最前面的靠前面的地方我去加啊，一定要注意是淡墨干笔啊，淡墨干笔。加的时候啊，你看要注意它这个云的这种外形，不要加成齐的啊，一定要有它一个变化，一个变化。你看啊，我们靠近山的地方，我们可以重一点，多加一些，多加一些。你看啊，它这个形成一个交错啊，我们左右加了淡墨，要形成一个这个互相交错的这种形状啊。啊，都加一下，加个大致的我们淡墨，把这个云的这种大致形状加出来。看啊，我们如果画这个，你看啊，比如说同学喜欢水墨画的话啊，比如说我喜欢水墨画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不上颜色，我们不上颜色，你就用淡墨，看啊，淡墨就是我们刚才皴擦的地方，你就用淡墨去加，和我们上颜色是一样的啊，你要加淡墨也不是一遍能达到你要的那种水墨效果，也是皴擦一遍，染一遍淡墨，染完淡墨以后，再皴擦，再染淡墨，这样一层层的去加，也是加到3、4遍以后，你才能达到水墨的那种效果啊，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积墨法，它这个比较能就是说处理这个特别好的处理水墨这个方法呢是。如果我们上颜色的话，对吧？我们如果上颜色的话，我们这个墨只能
哎，只能染到4/10吧，或5/10，这就可以。哎，不能染大墨染的太多，如果我们上颜色的话啊，哎，大墨不能加的太多，加太多以后，你看我们有的颜色里边有淡墨，比如说调花青啊、调赭石，哎，我们里边都会加一些淡墨。你如果加淡墨加的太多的话，哎，它的颜色融在一起，哎，整个画面就会发灰。所以说我们要上颜色的话，比如说我们这个画面想处理成小青绿啊或者大青绿啊，所以说颜色不能上的这个墨不能上那么多，只能上到4/10、4/5那个，不要超过6/6、7就行啊。你看我把这个云的地方，大概处理一下。哎，注意我们靠近水口上面的地方，哎，墨呢我们可以处理的多一点，大墨可以处理多一点。因为这是我们要，对吧？这是水的地方，这是上面要形成水的地方，这个我们可以处理的墨色让它重一点。颜色呢也是啊，这一块是我们整个画面应该是颜色最暗的地方。最暗的地方。看下面这地方也是啊，我们瀑布的地方，下边让它也要渲染一下，用淡墨干笔，哎，尽量留着这个到这个瀑布的地方，这个云呢，也尽量让它变得比较窄一点，不要太宽。哎，不要太宽。到我们远山的地方，对吧？你看啊，我们远山的地方，我们就不要加淡墨。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啊，就是直接用颜色，我去虚出这个云的一定的地方。我们到前面的地方可以用淡墨加一些，加一些这个淡墨呀，它这个云层显得比较厚一点。因为越远处的时候，哎，越远这个云呐，云层越淡，哎，让它用颜色我们虚出来，让直接用颜色虚出来就可以。你看这个有的山谷的地方，对吧？你看我们中间这是山谷的地方，这云一定要处理它这个变化来，把云的这变化处理出来。也就是看云过来以后遇到山，哎，它又反过来，再过来，这么去左右这种拥来拥去的啊，这云，把拥来拥去的云的这种动态，哎，我们要处理出来。哎，我们看啊，这个山峰靠前的地方，哎，我用淡墨，哎，擦一下，
对吧？擦一下，加深一下我们这个山石的这种立体结构。哎，想法让它鼓起来啊！我们让它想法鼓起来，不让它是扁的啊，不要让它成平的啊，我们让它鼓起来。哎，怎样鼓起来？就是我们加深两边的结构，哎，加深两边的结构，它就自然的就会鼓起来，对吧？你看啊，我加深两边这个左右两边，你看左边右边这样去加，对吧？你看我们这样左边右边去擦两笔，看它中间就会什么形成一个哎高光，就是说我们就是高光部分，哎，这就会自然的鼓起来。哎，看这样完成以后，对吧？完了以后，我们这个点印的地方，点印的地方可以用淡墨，我们可以用淡墨统一一下啊，哎，统一一下。哎，刚才我们点的不是一组一组的嘛，对吧？它是一组一组的。哎，我们用这个淡墨，哎，把它融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整体啊。我们用淡墨把它连在一起，就是有个整体，然后里边有一个哎个别的小结构，对吧？哎，我们把它统一一下，用淡墨，哎，我们统一一下。后面的看后面的树也是啊，哎，我们用淡墨渲染一下。看，如果是你看，如果是要画水墨的话，哎，你可以多点几遍啊，用淡墨，你可以多染几遍，把那种叶子的那种水灵的那种感觉，哎，用墨色你表现出来，也就是哎这种水墨画，我们不上颜色。我们上颜色的话，就是说，哎，用颜色可以再染一遍，也能达到我们需要的那颜色，水墨林那种效果。看到下面的时候，靠近我们亭子的地方，渲染一下，尤其水口的地方，哎，我们要多加一些墨在这个水口的位置，一定要让它这个水口啊，哎，让它凹进去啊，想法让它凹进去。看，我们加这个墨，多加几遍以后，哎，它这个水口的地方就是越来越深，对吧？给人产生这个视觉效果上，哎，它就很自然的，哎，就凹进去。哎，靠近水的地方，看水面的地方也是啊，
可以淡墨多一点。哎，这样我们这个云的多的地方啊，哎，我们可以多加几个结构啊，多一点结构，让它云呢也比较看着丰富。你看这种，这是我们大块的这种云处理方法。往外一点，一条直线。刚才他说的跟我说的位置是一样。哦。老师刚才不是说你们要在这个点处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对，这是我们要这个上面我们要处理一些小的树木，这样的啊。对，先给大家点上。嗯。这个位置是吧？对，我们可以看啊，诶，在远山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像云的地方看，诶，像云的地方，我可以点一些小的灌木啊，树木，看可以点一些小的树木。点树的时候也是啊，虽然是这个远景的小树，也要注意它这个浓淡墨的变化啊，也要注意浓淡墨的变化。要注意浓淡墨的变化，然后出一些小的这种枝杈，我们直接用颜色去点啊，用颜色去点。我们这个远山这个结构啊，主山这个结构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用淡墨，稍微加一下，可以稍微加一下，在这个看在山谷的地方，还有在就是我们瀑布的上面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加一些小的树木，给我们丰富一下画面啊。加一些小的树木，我们加一些就是小的树木也是，就是说我们说的杂树啊，可以在瀑布的上面，对吧？在瀑布上面加一些小的树木。这样是不是？我们这样，画面就比较丰富啊。靠近水口的地方，都加一点。多加一点。看我们这也是啊，你看我们就是说这是一面这个前面的山峰，看凹进去的地方，对吧？就是我们凹进去的地方，这可以我们可以加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加这个
这个小树的时候，对吧？哎，可以加在这个地方。加在这个地方，哎，可以各种树叶都可以啊，记字点、各字点，对吧？小横点、大横点都可以啊，都可以用。哎，都可以用。看到时候我们匀的地方，哎，把这个树的下半部分给挡住。就是我们再看啊，这个树木就是我们在匀的里边，哎，这种一层一层的，哎，这种树木，哎，看这种，我们可以用这种小混点，对吧？小混点，哎，去加，这就可以。哎，下面以后啊，下面以后我们加一些胎点，也是啊，由近向远去加啊，先加近景的部分，对吧？我们先加近景的部分，加的时候啊，我们加胎点，加在我们这个结构线交叉的地方，对吧？我们结构线交叉的地方，前后山石结构线交叉的地方，加一点这个胎点，一个是，对吧？丰富我们山石的结构，再一个就是我们加深一下这种山石的脉络关系，对吧？你看，就加一些用胎点，像我们山石结构的地方，对吧？山石结构交叉的地方，结构线，哎，交叉的地方，我们点在这儿啊。这个一个是起到这个作用，还有一个啊，就是说起到一个醒的作用，就是醒目，就是我们结构线呀，哎，不是很清晰的时候，哎，我们提一下，用这个胎点，哎，点一下，哎，这个也是啊，我们靠近水面的地方，这个水口的地方，哎，可以点一点，就代表我们水口的地方比较潮湿，然后各种灌木，对吧？各种小草，也长得比较多的地方，哎，就这个地方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地方可以多加一点，哎，山顶上也是啊，你看山顶上也是交叉，我们哎点在那儿，点在我们这个结构线，对吧？结构线前后结构线交叉的地方，去点一点，
哎，看，就点在这个地方。点在这个地方，